这里是云南大理的千年古村落洛邓村。一个村落能够传承上千年，肯定是有它的优势所在，有它的特点所在。这里就是因为生产盐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古代，盐是重要的资源，经常我们说的盐铁光银。那这一口盐井呢，已经有2000多年。那么这个洛邓古城在古时候就是因为盐而兴盛，同时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镇。我们知道，四川自贡产盐，西藏的芒康产盐，还有甘肃陇南也有一个千年盐井。有盐井的地方都是非常兴旺发达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洛邓村的千年盐井去看一看。同时呢，这个村落现在还有一些在生产盐，包括这个地方比较出名的洛邓火腿，就是用当地的盐制作的。现在我们去盐井看一看，顺便呢找一找当地这个炼盐的我们说的作坊，去体验一下。千年盐井就在前面，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管道，因为就是里面的那个盐井水流到下面那些生产盐的作坊。这个洛邓村它是不通公路的，里面全是那石板路，一层一层上去。所以呢，当年生产盐弄好之后，都是靠那些马匹或者人把它挑上去，然后在上面进行贩卖。因为上面有很多商铺嘛，在古时候茶马古道大家都知道是一条重要的商贸往来通道，那各个地方的人都来这里买盐、贩卖盐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当年这个地方多么繁华。我们一般食用的盐有海盐、池盐、井盐，好多类。其中井盐就是埋葬在地下的液体卤水。我们说经常卤东西，就是一样的道理。洛邓生产的盐就是属于井盐，也就是卤水盐。在唐朝南诏国的时候，洛邓盐是当时南诏国还有后面大理国最重要的战略物资。当时的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盐业管理。那洛邓的盐马古道北通丽江、维西，南向宝山、临沧，还东到大理、昆明，西到腾冲、缅甸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盐井。从画面中看到，这里其实是有2口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的构造比较复杂，它一个是卤水井，一个是淡水井。这个就是取卤水的，就是水取出来是咸的，而那边属于淡水。我现在已经到了盐井旁边，因为洛邓火腿他们使用的盐全部是靠这个盐井里面熬出来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尝一尝。它这里属于卤水啊，还不能够称之为盐，只是说里面有盐的成分，加工之后才成为盐。我去年在重庆体验过一次那个盐水，也叫卤水。现在我们也来体验一下，看看到底咸味如何。有一点点咸味，但是跟那个海里面的还是有差别啊，因为本身海盐它那个盐分就非常高，那这个呢盐分肯定没有那么高。这个大家如果喝的话，可能还喝得下去，但是像海盐还有重庆无锡那个盐，那个可能喝不下去，毕竟重庆无锡那个规模比这里还大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，这个盐水一直往外面涌，就是这个永不干涸2000年的盐井。那这些水就流到了那个外面那个小溪里面，然后里面的管道呢，就是接到那些外面的生产盐的作坊去。没想到啊，存在了2000多年。这个盐井深度大概是21米，这个属于淡水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有2口盐井？是因为在地下是有地下水的，而盐井只是在一个方位。那其他的那个淡水，如果不单独弄一口井的话，它就会稀释到那个卤水井的那个盐水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弄了2口井，一口是专门淡水，一个是专门的卤水。所以说古人是非常聪明的。这个村现在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熬盐炼盐的方式。
这个就是一个炼盐的作坊，过去看看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。好，看到一个大锅，这个应该就是在熬盐。哦，能看到里面有那个结晶啊！你看勺子里面那个就是像雪花一样的，这个就是盐粒那个结晶。这一大锅估计要熬好久，我在网上看说是要熬几天才能把盐弄出来。它这个盐水啊，卤水就是从那个井里面流出来的，然后放在锅里煮熬。这个就是盐呢，这个盐比较粗，我们尝一下。这种盐的味道跟我们平时吃的盐有点不一样，可能我们买的盐呢，它是盐中咸带点苦，而它这个呢，一点那个苦味都没有，就是纯粹的咸味。可能这个卤水熬制的盐就是这个样子吧。他们当地洛顿火腿全部是用这个盐去制作的，所以洛顿火腿比较有名嘛，上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这个里面也全部是盐，这个应该是属于加工好的盐，因为它盐嘛也是经过多重手续，先锅里熬出来结晶，然后呢是粗盐，后来经过这种筛选，然后这些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有点像那个盐结成的那些石头一样，这个有点像那种石林里面的吧？大家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吧？好像也有一股盐味。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千年古井，还有生产盐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千百年来村民一直把这口井当成是宝贝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其实在古代有一口盐井，相当于就有一颗宝藏在这里，它使这个千年古镇富得流油。这个洛顿古城是因盐兴盛，同时也是因盐衰落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上个世纪，大家都知道，生产盐的技术突飞猛进，机械化代替了人工，所以自然那这些盐井呢，就慢慢的没有人去生产盐了。包括重庆乌溪有一个宁厂古镇，以前是一个生产盐的重镇，高峰期有10万人，但是现在可能就有上百个人，因为盐慢慢的没有人生产了。那这个古村落也是同样如此，不过还是有少量的洛顿人坚持传统的制盐方法，他们这个还是值得敬佩，这种精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